提及美国 F-117隐形战机，在军事圈里也算得上是大名鼎鼎。它不但开创了隐形战机时代，而且还因为中俄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而硬生生的英年早逝。2008年 F-117宣告正式退役，但如今它又回来了。美国动力网站13号称，美国加州弗雷斯诺约塞米蒂国际机场当天迎来一对特殊客人，2架漆黑涂装的 F-117降落在跑道上，其中至少1架没有安装雷达反射器。此后，由于 F-117维护复杂，在隐形效果上又无法与 F-22、F-35等新一代隐形战斗机相提并论，再加上它使用的早期隐形技术无法应对中俄高速发展的反隐形雷达技术，因此这种传奇战机在2007年到2008年之间退出历史舞台。根据五角大楼命令，除了少数作为博物馆展览品外，其他 F-117都以无损封存的形式保存在戴维斯芒森空军基地。美国国家力网站称，随着隐形战斗机技术的扩散，中俄已经装备苏57、歼20等隐形战斗机，逼迫美军必须摸索出对抗隐形战斗机的战法。但现实是，美国空军正面临巨大的换装压力，大批老化的 F-15 和 F-16战斗机急需替换为隐形战斗机，更别说抽调宝贵的 F-22 或 F-35隐形战斗机充当假想敌。在此情况下，美军重新启用 F-117就成为一种非常合理的选择。理论上讲，通过在红旗演习中使用 F-117，不仅能为美军的战斗机、预警机和地空导弹部队提供高度逼真的隐形假想敌，还能避免暴露 F-22 和 F-35战斗机的真实雷达截面积，起到保密作用。然而，当真美军会像外媒猜测的那样，用 F-117充当模拟苏57或歼20隐形战斗机的假想敌，老司机对此非常怀疑。如前所说， F-117空气动力性能不佳，机动性差，飞行速度低，再加上早期电子设备的局限，与突出超机动性、超视距作战和先进航电设备的歼20等第5代隐形战斗机完全不同，因此美军很难利用 F-117模拟歼20的空中特性，更无法就此打造针对性战术。那么美军重启 F-117充当假想敌部队到底是在干什么？战区网站称， F-117当前最主要的可用之处仍是它的隐形技术。而哪些空中武器大量应用隐形技术呢？除了先进战斗机外，还有新型巡航导弹和隐形无人机。报道称，新一代巡航导弹不但飞行高度低，而且雷达和红外信号也很小，这是负责国土防空任务的美军战斗机，特别是那些保护美国海上边界部队的主要关注点。F-117A 攻击机是美国一型单座双发飞翼亚音速喷气式多功能隐形攻击机，是世界上第一型完全以隐形技术设计的飞机。F-117攻击机的设计目的是凭其隐形性能突破敌火力网，压制敌防空系统，摧毁严密防守的指挥所、战略要地、工业目标，可执行侦察任务。F-117A 攻击机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1981年首飞定型，1983年服役，1988年首次公布。服役后参加过入侵巴拿马、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军事行动。2008年4月全部退役。F-117A 攻击机为了降低研发成本，其电子设备、自动控制系统以及其他一些部分来源于 F-16、FA-18 及 F-15E 等战斗机或是攻击机。为了保密，这些零部件以备件名义在预算上出现。其主要设备包括 IBM 公司的 AP102 任务计算机、德克萨斯仪表公司的下视红外传感器和激光指示器，以及双视场的前视红外传感器，霍尼韦尔公司的 SPN-GEANS 惯性导航系统和雷达高度表，高精确性的惯性导航装置、扩展的数据传输系统和高度方向参考系统，以及 GPS 和数字式活动地图。座舱内装有基于凯撒公司 AN-AVQ28 的屏显，大屏幕前视红外下视多功能显示器，其两侧有2个多功能阴极射线管。F-117A 没有配备火控雷达，主要靠位于风挡玻璃下面的双视场前视红外传感器进行探测和火控瞄准。该传感器窗口保型布置覆盖有细小格栅，起到电磁屏蔽的作用，从而使得窗口与机体表面形成一个相对于电磁波而言平整的整体，降低了 RCS。
F-117A 装有 GEC 公司的飞控计算机、导航接口和自动驾驶计算机系统。该整合精密导引和攻击系统的数位化飞行控制装置，其自动任务规划系统可以协调所有的攻击任务，计划出攻击路线，并且自动执行，包含武器的释放。目标可借由红外线热影像仪确认，并利用雷射测量距离和标定雷射导引炸弹的目标。F-117A 名为战斗机，但其毫不具备空战能力，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轻型轰炸机。F-22 的隐形性能是 F-117A 的2倍，生存能力比常规飞机提高18倍，作战效能是 F-15 战斗机的3倍。这意味着 F-117A 所能执行的任务 F-22 可以全部代替。另一方面， F-117A 作为第一代隐形战斗机，美军在开始研制时就把它定义为隐形作战的初步尝试，并没有赋予它更多的使命。其开辟了隐形战斗机的先河，领导世界军事进入了隐形时代。随着新一代隐形战斗机相继问世， F-117A 的退役是必然的。其总设计师里奇因 F-117A 获得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协会的最高奖励——科里尔奖。作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117夜鹰已经退役13年了，可是大部分夜鹰并没有随着退役而被拆解，而是封存起来。这些年，夜鹰飞行的身影频频出现在美国本土，而最近美国空军又松绑了其空中加油的资格。美国 The Drive 网站战争地带专栏日前报道，今年初，负责运营加油机、运输机的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批准了一份飞行机组人员信息文件，要求美空军阵中数量最多的 KC-135 加油机机队机组人员熟悉和更新为 F-117 战机进行加油的程序。毕竟2008年退役后，美国空军加油机就没有为 F-117 进行过空中加油训练。F-117 是洛马公司臭鼬工厂研发生产的一种亚音速隐形攻击机，是世界上第一种隐形战机。1983年量产后，一共批量生产了59架 F-117A， 在入侵巴拿马海湾战争、空袭南联盟战争中大显神威。但随着 F-22 服役和 F-35 计划推进，所有的 F-117A 在2008年全部退役。但是，美国空军只是封存了这些 F-117。战区专栏作者泰勒·罗格威披露，目前至少有45架 F-117幸存，都被保存在内华达州托诺帕实验场机场里，临近著名的51区。而过去几年里，维马图有 TR， 甚至保留有美军机徽的 F-117频频出现在加州星战峡谷、加州外海岸基地。去年10月，有网友甚至拍到至少2架 F-117突然出现在加州米拉马陆战队机场。这些夜鹰虽然解除了武装，但依然是货真价实的隐形战机，被认为在美军中充当假想敌角色，为其他战机地面防空系统充当陪练。F-117设计上就是具备空中受油能力的，机背有硬管受油口。如今 KC-135 解除了为其进行加油的禁令，有可能是夜鹰机队在美国本土之外进行秘密任务的前兆。前2年，叙利亚内战激烈，美军在中东部署了 F-22 和 F-35， 但有消息称 F-117也秘密参战。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在中东面对反隐形能力不强的叙利亚或者是伊朗， F-117的隐形能力依然是具备优势的，而且一旦被击落了，就说是民间军事承包商的临时工，也没有 F-22 和 F-35这么敏感。F-117是一种采用单座舱双发喷气式引擎的多用途隐形攻击机，也作为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完全隐形并且加入军队服役的战机。它的代号为夜鹰。凭借它强大的隐身能力，雷达无法追踪，可以渗透到敌方区域，摧毁战略要地、重要目标和指挥系统等，并且可以执行侦察任务。F-117采用奇特的多边形设计，主体呈现三角形，整体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架外星战机，十分科幻。机身外部还带有奇特的涂装，可以有效地吸收雷达波。F-117战斗机不仅可以做到雷达隐身，还能做到红外隐身，可见光隐身和声音隐身等。F-117攻击机的动力系统采用了2台通用电气公司的 F404GE F1D2 非加力型涡扇发动机，单台推力48千牛，最高飞行速度每小时1111公里，最高航速1720公里，机身全长20.09米，翼展13.2米，高度3.78米，机翼面积73平方米，机身空重13.38吨，最大起飞重量23.81吨。
UF-117的武器系统采用内藏式设计，全部折叠在机翼内部。在攻击时可开启武器舱门，可携带 AGM-88A 高速反辐射导弹、AGM-65 空对地导弹、B-61自由落体核炸弹、AM-9 空对空导弹、BLU-109B 激光制导炸弹和 GBU-10 航空炸弹等等。F-117的航电系统由 AP-102 任务计算机、SPN-G1ANS 惯性导航系统、H-423 环形激光吐露仪、AVQ-28 屏显系统等，还有 GEC 的飞控计算机和自动驾驶计算机系统。它可规划攻击任务、计算攻击路线，并且自动执行、自动释放武器等。还可借由红外线热成像来确认目标，利用雷达侦测距离和雷射来引导炸弹的目标。F-117 攻击机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在1973年到1981年期间研制，1981年6月完成首飞，1983年10月加入美国空军服役。当时共计生产了54架左右，曾经参与过巴拿马、海湾、科索沃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到最后，在2008年4月，所有的 F-117 隐形攻击机全部退役。虽然是退役的产物，但无论是 F-117 攻击机的隐身能力，还是研发技术，到至今全球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有能力制造。垂直起降发动机在台湾战斗机局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台湾一直面临来自其他的军事威胁，包括潜在的空中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战斗机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首先，垂直起降战斗机能够在有限的机场资源下进行起降，这对于台湾的空军基础设施非常重要。由于地理原因，台湾的机场有限，而垂直起降战斗机可以在较小的场地上进行操作，增加了台湾在战争爆发时能够维持其空中防御能力的机会。其次，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得海上部署对于其台防至关重要。垂直起降战斗机可以在舰船上进行垂直起降，增加了台湾海军舰队的战斗能力。考虑到台湾周围的海域，这种能力在应对潜在威胁时至关重要。此外，台湾需要多功能的战斗机，能够执行多种任务，包括空中优势战斗、对地攻击、反潜战、电子战和情报监视和侦察。垂直起降战斗机通常具有多用途性，使其成为台湾应对各种威胁的理想选择。最后，台湾一直在寻求与美国建立更深度的军事合作，以确保其台防安全。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垂直起降战斗机部队，为台湾提供了学习和合作的机会。这种合作不仅有助于提高台湾军队的实力，还可以巩固美台之间的军事联盟。综合来看，垂直起降战斗机在台湾的台防战略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们提供了多样性、机动性和生存性，有助于强化台湾的台防能力，应对潜在的威胁。在台湾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垂直起降战斗机无疑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军事资源。至于台湾的五代机是否更需要矢量发动机，我们可以从美国和俄罗斯的实力中得到启示。美国的 F-22和俄罗斯的苏57在空中杂技方面表现出色，但这是否适用于台湾的五代机，需要更深入的探讨。矢量发动机在空中机动性上具有优势，但在实际战斗中是否符合台湾的需求，还需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目前，台湾的第五代战机计划在明年初或年底亮相，届时将更清晰地了解其设计和性能特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架战机很可能采用美国的 F-414发动机，这也是大黄蜂和韩国 KF-21战斗机所使用的引擎。尽管台湾也在慢慢研发自己的引擎，但时间显然不允许局势变化莫测，也许哪一天就需要第五代战机。所以，为了尽早让五代隐身机服役，购买引擎似乎成了不二之选。尽管购买不如自主研发来得让人安心，但 F-414发动机的性能已经完全够用。印度研制的第五代战机 MK 也采用了 F-414发动机，而且印度还要求通用电气公司在 F-414的基础上增加矢量推力技术。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矢量发动机？台湾的第五代战机需要吗？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矢量发动机。只有彻底了解它，我们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第五代战机是否需要它。托马斯回旋、空中360度转弯等看似令人陶醉的飞行动作，实际上不是飞行员的功劳，而是多亏了战斗机的心脏——矢量发动机。
普通的发动机排气口不能改变方向，只能产生向后的推力。如果要执行高难度的动作，例如俯冲或翻滚，飞行员需要通过操纵飞机的操纵杆来改变机翼、尾翼和垂直尾翼的状态，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掌握。而矢量发动机则完全不需要这些复杂的操作，只要你稍微了解一点飞行方式，你就可以轻松成为空中高手。简而言之，矢量发动机就是可以改变喷气方向的引擎，这使得战斗机能够产生不同方向的推力，从而摆脱了传统飞机的限制。这为短距离起降、翻滚、横滚等高难度动作提供了便利，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战斗机的机动性能。在空中对抗中，这可是一个强大的利器。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矢量发动机的垂直起降能力，这项技术对于战斗机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来说至关重要。当战场局势变幻莫测时，这种能力可能成为台湾5代机的一项重要优势，确保他们在最危险的瞬间能够依然保持上风。二战时军事基地的飞行跑道就像是一个大的火把子，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来投放炸弹。一轰炸后，原本宽阔的3000米跑道可能只剩下区500至600米。对于常规战斗机来说，这距离根本不够用。那该怎么办呢？唯有紧急调动工兵修补跑道，只有跑道修好了，飞机才有希望起飞。如果不能及时修复，那么战斗机只是一个巨大的高达模型。然而，如果这些战机配备了矢量发动机，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这种引擎使得飞机只需极短的距离就能完成起飞，其工作原理相当简单，可以控制推力的方向，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通过将发动机的喷口弯曲到垂直下方90度，使得发动机可以产生向下的垂直推力。美国曾在 F-15战机上进行过推力矢量试验，结果将降落所需距离从原本的2260米降至420米。因此，即便战机跑道受到破坏，也不必过于担忧。矢量发动机的运用不仅提高了飞行员的生存机会，而且使飞机在失速状态下仍能保持控制。通常情况下，战斗机的迎角不超过30度，超过这个范围就可能陷入失速状态，难以掌控。然而，矢量发动机改变了这一局面，使得飞机在失速状态下的迎角可以达到60度甚至更大，保障了飞行员对飞机的掌控。这意味着飞机可以执行各种复杂动作，而无需担心安全问题，除非燃料耗尽。此外，矢量发动机并非仅限于战斗机的应用。最早使用矢量发动技术的领域之一是火箭和导弹。这些无翅膀的火箭和导弹在下落时要依赖推力矢量控制发动机进行转向或变轨，确保其飞行方向。这项技术最早实际应用在2战时期的德国 V2 火箭上，如今在现代火箭和导弹上也广泛使用。总的来说，尽管我们经常将矢量发动机与战斗机的高难度动作联系在一起，但最初应用这一技术的领域并非战斗机，而是火箭和导弹。这期视频的重点仍在于战斗机上的矢量发动机。矢量发动机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目前美国和俄罗斯处于第2阶段。战斗机使用推力矢量技术的第1阶段，类似于火箭的方式，被称为折流板。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德国提出的。美国和德国的合作研究表明，推力矢量技术能显著提高战机的机动性能。美国并未满足于第1阶段的成果，而是迅速进入了第2代矢量发动机的研发。俄罗斯也密切关注美国的技术进展，并采取了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美国的矢量发动机被称为2元矢量发动机，它只能向上或向下偏转，无法进行左右偏转。与此不同，俄罗斯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法。美国的 F-22 战斗机作为首架装备矢量推力喷口的第5代隐身战斗机，其 F-119 发动机的喷口呈方形，由4个平板围成，上方2个平板可以自由活动，用于进行俯仰控制。俄罗斯的多元矢量发动机最显著的特点是发动机尾喷口和发动机球形连接，例如 AL-31UP 发动机的喷口采用收敛扩张式设计，内置了16个可调节片和密封片。虽然多元矢量发动机看似更强大，但在面临选择时，人们更倾向于美国的2元矢量发动机。这是因为第5代战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隐身能力。
俄罗斯的苏57采用多元矢量发动机，尽管机动性强，但却牺牲了隐身性能，因为多元矢量发动机无法对喷口进行遮挡，导致失去隐身性能，使苏57在这方面有所得失。相较之下，美国的2元矢量发动机虽然只能进行俯仰控制，但已经足够出色。发动机上的涡轮叶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遮挡喷口，降低红外特征和飞机阻力，使隐身性能非常突出。俄罗斯对这个问题心知肚明，因此尝试模仿美国的2元矢量发动机，试图为苏17进行技术升级。然而，多元矢量发动机在技术上相对更为复杂。俄罗斯迅速得出结论，采用2元矢量发动机会导致尾部增加约1吨的重量，增加机头的配重，总重量增加2吨，因此认为这不是可接受的选择。因此，俄罗斯一直坚持使用多元矢量发动机，导致苏57的隐身性能一直相对较差。尽管2元矢量发动机能显著提高战机的机动性而不影响隐身性能，但对于台湾的5代机来说，添加这项技术是不必要的，因为矢量发动机在实战中并没有太多作用。一些印象深刻的飞机动作，如落叶飘机动、赫布斯特登壁机动、普加乔夫眼镜蛇、弗罗洛夫轮盘等，看似很酷，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此外，矢量发动机的超机动性和为战机提供的战斗能力增强，更多是为了表演而非实战。俄罗斯在各大航展上展示并夸大具有超机动性的战机，甚至宣传说这些战机可以进行直角转弯，摆脱后方追踪的导弹，但这一切仅仅是为了销售自家飞机而夸大的宣传。20年来，虽然俄罗斯一直吹嘘矢量推力，但在实际应用上存在巨大差异。现代战斗机如台风、阵风等，在压抑布局下已足够灵活，无需安装矢量发动机。更高的机动性可能难以承受，且不一定显著提高作战效能。在现代导弹和雷达时代，飞机机动性需求逐渐减弱，因为空战中几乎没有近距离格斗机会。重要的是，谁先发现敌人，谁先发动攻击才能取得优势，而非谁能表演更炫酷的机动动作。因此，矢量发动机对一款战斗机来说，更像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如俄罗斯的苏27和美国的 F-22，即使没有矢量发动机，其作战效能也不会显著下降。如果台湾的5代机选择加装矢量发动机，需要在航电系统上进行更多改进，结构设计也会更加复杂，导致研发时间延长。最主要的是，这不一定会明显提升战斗力，除非美国提供设计帮助或共享资料，但这显然不太可能。台湾目前应该一步一个脚印，首先将5代机的隐身功能研究得更完善，而不必过于追求各种花里胡哨的特性。这只是一种观点，不是绝对的。欢迎观众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有不准确的地方也欢迎在评论中指正。下期再见。11月17日，台湾轻型巡防舰迎来了动工典礼，台湾领导人、台防部长邱国正等人出席。对于关心台湾军事的朋友来说，台湾巡防舰的发展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那么，台湾的这款巡防舰究竟有着怎样的性能呢？今天我们将结合媒体报道和军事专家梅复兴的文章，对台湾轻型巡防舰的性能进行稍加分析。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这款轻型巡防舰的历史。这款军舰最初的构想与目前的设计已经完全不同。最初，台湾计划建造排水量高达5000吨以上的大型驱逐舰，搭载相控阵雷达，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神盾舰。早在2016年，台防部就已经编列预算筹建新型巡防舰，被称为镇海计划。然而，由于武器系统研发进展不如预期，整个计划多次变更。到了2022年8月，原本计划建造4500吨级的镇海计划被所谓的轻型巡防舰计划取代。台湾计划使用相同经费建造8艘2000至2500吨级的新一代轻型巡防舰。新的方案在今年7月已经定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军舰的具体性能和参数。首先是吨位。最初，
这款军舰的目标吨位是2000至2500吨。然而，这样的吨位相对较小，难以承载足够的武器平台。最终，台湾轻型巡防舰的吨位将达到3000吨左右。这个吨位和从法国引进的拉法叶级以及韩国的大邱级巡防舰相似，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设计。整个军舰的船体设计方案则来自美国吉布斯考克斯公司，该公司设计了美国海军的派里级巡防舰、伯克级驱逐舰以及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具有丰富的设计和建造经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即将建造的星座级巡防舰也是由该公司设计的，而该公司与台湾有过合作历史。在台湾海军建造成功级巡防舰时，曾与吉布斯考克斯公司签订了500万美元的合同，由该公司负责修改原设计，以满足台湾海军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新一代巡防舰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拿出设计方案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的新型军舰可以借助现有的设计图进行设计。如果一切顺利，这款军舰多多少少会借鉴美国星座级的设计。关于该型巡防舰的一个重要装备是雷达。通常我们所说的神盾舰是指装备了宙斯盾系统或神盾系统及主动相控阵雷达。根据报道，台防部此次采购的是英国贝的相控阵雷达。然而，具体是哪一款雷达，并没有在报道中指明。军事专家梅复兴在一篇名人堂的文章中详细分析了台湾轻型巡防舰的雷达。台湾轻型巡防舰将使用 CMS-330 战斗管理系统和英国的降狮相控阵雷达。CMS-330 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已有超过25年的历史，安装在北约、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军舰上。而降狮相控阵雷达则是英国贝仪公司的产品。台湾选择采用降狮雷达并不令人意外。早在2022年，台湾康定级巡防舰的性能提升案中，台湾海军就选定了这款雷达。因此，未来台湾的轻型巡防舰和康定级一样，将采用这一雷达。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该雷达属于贝仪公司相控阵雷达中的中低端产品。相较于其高端产品桑普森采用双面旋转阵，内置在碳纤维雷达罩中，而降狮雷达仅有2个阵面不停地旋转，每个阵面有高达2600个单元，而桑普森雷达通常有4个阵面。降狮雷达是一款被动相控阵雷达，和桑普森雷达一样，采用双面旋转阵的设计，放置在一个旋转的架子上，外部套有碳纤维雷达罩，能以每分钟30转的速度旋转，提供360度图感。该雷达工作波段为 S 波段。降狮雷达采用了英国空军现役的 Commander 陆基防空雷达的信号处理架构，这使得降狮雷达具备处理个别接收波束的能力，有助于提高识别和抗干扰能力。目前，降狮雷达有3个型号，分别是100200和300，它们的重量分别为730公斤、760公斤和900公斤。降狮300的有效探测距离可达200公里以上。根据梅复兴的分析，由于降狮雷达总重不大，可以安装在桅杆较高的位置，使得雷达更好地对超低空和水面目标进行监测。降狮雷达可以追踪高达超过1000个目标，包括速度达到3马赫的空中移动物体，其有效探测范围为20米至200公里。此外，降狮雷达采用了数字化视性波束成型技术，具有出色的抗干扰能力。英国早在几年前提升了降狮雷达对弹道导弹的追踪能力，并在2019年的演习中测试了对反舰弹道导弹的侦测能力。降狮雷达自2013年开始服役，装备在英国多艘巡防舰、航母和2栖攻击舰上。巴西和智利也引进了该款雷达。英国皇家海军正在建造的下一代巡防舰也将装备降狮雷达。总体而言，降狮雷达是一款技术成熟、性价比非常高的被动相控阵雷达，对于台湾轻型巡防舰而言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有近期流传出来的台湾领导人签名的巡防舰照片显示，在桅杆顶部安装了一个长方体形状的雷达，与降狮雷达的外形相吻合，因此可以确定台湾采用了英国降狮雷达，这并非空穴来风。在武器系统方面，该巡防舰舰首将搭载一门76毫米主炮和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8单元华阳垂直发射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发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
自主研发的海剑2防空飞弹。该防空飞弹自2021年开始生产，作战范围为30至50公里，最高速度可达2.4马赫，采用惯性制导加资料链导引和主动雷达制导，而且可以一坑4弹，8个发射单元，总共可以装备32枚飞弹，具备相当不俗的防空能力。搭配英国的降势雷达，使其在区域防空方面具备良好能力。至于反舰武器，主要是舰中安装的8枚雄风3增程型超音速反舰导弹。雄风3同样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标准型最大射程达200公里，增程型更可达400公里。在2023年8月，增程型雄风3进行了试射，成功命中数百公里外的目标。雄风3采用冲压引擎，飞行速度可高达 3.5 马赫以上，具备掠海飞行的能力，并具备一定的抗电子干扰能力。其高爆炸药搭配上极高的速度，在命中敌舰时能够带来较大的杀伤。目前，该巡防舰武器系统尚未确定的一个方面是反潜声呐。根据台防部的计划，这8艘巡防舰中有4艘是反潜型，4艘是防空型。除了搭载反潜直升机外，反潜型最重要的是其反潜声呐系统。声呐系统一般分为固定声呐和拖曳声呐2种，而根据报道，目前台防部尚未决定未来巡防舰采用哪种型号声呐。不过，原型舰将采用拖曳声呐。在动力系统方面，考虑到英国劳斯莱斯的燃气涡轮和美国通用动力的发动机，这两者都能使巡防舰达到最大航速30节以上。根据最新媒体报道，中信造船和台船在进行投标时选择了美国通用动力的 LM2500 燃气轮机。LM2500 燃气轮机自1960年代成功研发以来，在美国海军的斯普鲁斯级驱逐舰等多艘军舰上广泛应用。与台湾现有的基隆级驱逐舰使用的是同款主机，因此从后勤维护的角度看，台湾对这款发动机并不陌生。LM2500 可以说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性能最好的燃气涡轮发动机，应用范围包括美国的伯克级、提康德罗加级、意大利的加富尔号、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号、日本的出云级和日向级等多国军舰。LM2500 燃气涡轮发动机是一款全球性能最佳、被广泛使用的燃气涡轮发动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军舰，如德国、南非、加拿大、挪威等，都采用了 LM2500。甚至在中美蜜月期的80年代，中国的052级驱逐舰也曾使用过 LM2500 燃气涡轮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由于其卓越的性能，台湾海军选择它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决定。通过对动力系统和舰船吨位的选择，我们初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台湾的轻型巡防舰将具备最高航速30节以上，甚至可能达到32节或更高。今天我们对台湾新型巡防舰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总结起来可以说，船体设计由美国人进行，是一种缩小版的星座级，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雷达采用了英国降狮被动相控阵雷达，性价比良好，性能也不错。动力系统选择了美国通用的 LM2500， 这是全球性能最强的燃气涡轮发动机，整体综合航速可达30节以上，没有什么问题。作战系统采用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先进成熟技术。武器装备主要包括台湾自主研发的雄风3反舰导弹、海剑2防空飞弹以及华阳垂直发射系统。去年镇海计划变故时，对于台湾下一代巡防舰的前景曾产生过一定的疑虑。然而，通过对这款军舰各个武器系统的分析，我们发现台湾下一代巡防舰使用的都是先进成熟的技术，将这些武器系统整合在一起，能够达到非常不错的作战性能。这也是轻型巡防舰能够在过去1年内取得快速进展的原因之一。通过对台湾下一代巡防舰的分析，还可以看到，除了美国，英国也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力度。在过去，台湾要获得先进的武器系统几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近年来，英国对台湾的支援更为显著，不仅在潜艇建造上提供技术援助，而且降狮雷达的引入，使得台湾在雷达系统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根据梅福兴先生的文章，早在2010年代中期，英国就表达了向台湾输出猎雷舰技术的意向，甚至考虑过出售主动相控阵雷达。
去年，美国海军甚至向台湾简报了某一种英国制造的舰载防空飞弹系统，为台湾未来建军提供了参考。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几年内，美国和英国对于台湾的军事援助将会不断增加，台湾也有望获得更多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下一代的轻型巡防舰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更多合作和技术输出的可能性。2013年台北航天展上，台湾中科院展出一套双击雷达被动接收系统，因为采用相控阵天线，刚开始被许多人误以为是换了平台的风眼雷达，后来才知道是新开发的雷达雏形。对于这款新装备，中科院的简介海报中写着，这是一款机动式被动无线电信号接收系统，具有先进的相控阵设计，采用中科院开发的同步数字化波束合成及平行处理器技术，利用多角度目标探测能力，提高对空中威胁目标的早期预警能力。海报特别指出，该系统的信号接收站远离发射站，对抗电子战干扰及反辐射导弹攻击具有相对优势。看完中科院提供的相关说明，相信很多人还是没搞清楚这是什么玩意。那么下面我们好好聊聊。台湾岛内学者指出，无论中科院还是对双击雷达被动接收系统的简介讲得含含糊糊，对其任务说明不清不楚，语语害羞。其实说白了，它的任务就是探测大陆的隐身战机。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研制成功第一代隐身战机 F-117， 机身采用特殊构型，将飞机外观设计成尽量不使雷达发射的电磁波反射回雷达。F-117 机身有尖锐的角度与极大的后锐角，让电磁波往上下左右散射，这对传统单机雷达而言极具隐身效果。但隐身战机将雷达波大角度反射，可能恰好被另一个方向的接收天线接收，隐身效果就大打折扣，飞行员也无法预知是否被雷达追踪，失去防御和反击雷达的能力。F-117 的隐身神话结束在1999年北约空袭科索沃时，一架 F-117 被塞尔维亚防空军第250营发射的俄制 S-125博查拉和地空导弹击落。事后分析，它很可能是被双击雷达发现和锁定。至于台湾发展双击雷达的动向，早在2011年7月28日就有岛内媒体援引立法委员林玉芳的话说，为应对大陆在2020年可能部署50架歼20隐身战斗机所造成的防空压力，台湾国防部采取了多管齐下策略，除谋求美国为台湾空军现役的 F-16AB 战斗机换装可搜索隐身机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还自行调整武器开发计划，提前开发可在远距离多角度捕捉隐身机的双击雷达系统，并提高各防空指挥中心的自动化水平，加快的反应速度。当时林玉芳就表示，若落实顺利，双击雷达系统预生产型研制和初期作战测评计划于2016年完成，正式投产也有望从原本的2022年提前至2018年，刚好赶上大陆歼20投产部署，也能避免该项目的开发人才因空窗期过长而流失。同年8月22日，台湾媒体进一步报道，中科院已在2009年完成隐身目标探测关键技术开发，掌握锁定隐身战机技术。因大陆歼20开发提速，台湾国防部特意编列15亿至20亿元新台币预算，于2012年启动隐身战机探测预生产型雷达系统研制，2016年前完成工程样机。指出，中科院开发的隐身战机探测预生产型雷达系统，运用双击或多击雷达彼此间快速接收目标信号，比对数据，分析坐标，探测距离的能力，可从各种角度捕捉隐身战机。现在关键技术已确定获得，2016年预生产型通过作战测评后，希望能在2018年投产部署。从这些报道内容可以看出，2013年河北航天展上出现的双击雷达被动接收系统，除了向立法委员交代开发进度外，也向大陆展示台湾的反隐身技术实力。早期雷达为了发射，接收间的隔离，发射机与接收机位置分开，以机械旋转式天线辐射连续波形及双基地雷达系统。二战爆发前，英国沿海岸线部署本土链警戒雷达网，工作波长为10至13米，发射与接收基地相距40千米，这就是典型的双击雷达。纳粹德国也曾搞出克莱恩、海德堡双击接收系统，利用英国的本土链警戒雷达当作发射机，在盟军轰炸机飞越英伦海峡时发出警报。这种系统可说是最早期的非合作式预警无源雷达，但因当时的雷达系统缺乏足够的信号处理能力，所以不能计算出目标的精确坐标。1936年，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发明收发合用的雷达天线，实现发射与接收雷达波共享一部天线及单击雷达。1940年，高功率脉冲磁控管出现后，各国纷纷发展收发一体的脉波单击雷达系统，
双击雷达开发一时间停滞下来。上世纪50到60年代，由于人造卫星、洲际弹道导弹、远程轰炸机和各式导弹等先进武器的出现，国际军界重新对双击雷达技术产生需求。因为当时的导弹半主动寻地器庞大笨重，雷达发射机只能装在导弹发射平台上，导弹自身只能塞进小而轻的接收机，接收目标反射的电磁波，进而控制飞行轨迹，射向目标。像美国的霍克地空导弹、麻雀空导弹都采用半主动雷达导引。同一时期具有快速波束扫描、高峰值、高功率和多目标跟踪能力的电子扫描相控阵天线，实际上应用于高规格军用雷达上。而相控阵雷达按照用途不同，又分为被动式天线与主动式天线两种。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进步，针对雷达的电子战、电子压制和电子反压制战术已发展的极为纯熟，服役中的单机雷达也很难完成任务，且在反辐射导弹和隐身战机的威胁下，本身的存活都是问题。从历次中东战争、英阿马岛战争、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经验教训来看，单机雷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找出对策，世界各国把更多精力花在双击雷达的开发上。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曾在1976年提出发展双击雷达的盛典计划，构想将暴露电磁波信号的发射机部署在安全地带，在前线设置接收机，被动接收向超低空飞机、隐身飞机、巡航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等目标的回波，以便及早应对。1980年，美国在夸贾林岛导弹靶场安装多击雷达进行测试。英国则从1977年开始研究新一代双击雷达。最引人注意的是，1986年英国国防部特意利用电视台的电视信号作为双击雷达的辐射源。试验结果虽能发现目标，但分辨率较差，无法精确判断距离。至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为了应对北约的空中攻击，也发展了类似的双击雷达。像捷克泰斯拉公司于1980年推出塔马拉系统，苏联黄域设计局于1987年投产的更先进的铠甲系统，都能用以探测低可视度空中目标。双击雷达中的被动接收系统因不发射电磁波信号，被动接收目标反射的非合作式辐射源的电磁波信号，对目标进行探测、定位、跟踪和识别，因此又称作无源雷达。不发射电磁波信号的特性使其隐蔽性和战场存活率较高，可配置在战场前沿，提供早期预警，并可探测到具有隐身能力的目标。所谓非合作式辐射源，是指辐射源和雷达没有直接协同作战关系，这样就使得敌方探测设备与反辐射导弹不能利用电磁波信号对无源雷达实施搜索、跟踪和攻击。无源雷达省去昂贵的高功率发射机、收发开关及相关电子设备，大幅减少系统制造和维护成本，相对系统也简单，尺寸小，可安装在机动平台上，易于部署，采购与维护成本低，不易被敌方侦察，一般不存在干扰问题，可24小时全天候工作。无源雷达可连续探测目标，一般每秒一次，电磁波信号频率大约在40至400兆赫，有利于探测隐身目标与低空突袭目标，不需要考虑频率分配与管理问题，因此可部署在一般军事雷达不能部署的地区，还可固定或机动部署。探测对象可以是主动雷达系统、通信电台或其他无线辐射源，也可以是仅仅反射无线电信号的目标。无源雷达按照探测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利用被探测目标本身反射的电磁波探测和跟踪，如捷克了；另一种是利用随机辐射源发射的电磁波信号探测和跟踪。可能的随机辐射源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移动电话基站、数字广播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各式主动雷达等。由美国洛马公司开发，利用无源相干定位技术的沉默哨兵无源雷达系统，英国开发的蜂窝雷达等就属于这类。而台湾中科院展出的双击雷达被动接收系统，看似掌握无源雷达的关键技术，其实并不然。根据中科院的说明材料，展出的系统并不像美国沉默哨兵那样利用随机轻射源探测目标，而是与借由主动雷达互相结合使用。中科院的海报里面明确写道，利用不同角度接收目标雷达散射回波信号，就是利用被动接收系统接收己方主动雷达照射目标的反射信号，对目标进行探测、定位、跟踪和识别，这样既能提高无源雷达的利用率，又能增强主动雷达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中科院的海报里还绘制出系统工作示意图，两部被动接收机对应一座服役多年的长白相控阵早期预警雷达，但相关工作人员解释以后，实际运作时，被动接收系统所对应的主动雷达应该以作战管制雷达为主。由于己方主动雷达相关参数都是一致的，因此在解决双击雷达时间、空间、相位及频率同步问题上比较简单。虽然中科院强调
发射站与接收站可分离100千米以上运作，具有被动接收、不辐射电磁波、不易受电子干扰及反辐射导弹攻击等优点。但台湾本岛西部纵深较浅，能提供的预警时间有限，尤其是现在战机都可挂载防区外打击武器，不一定要凌空才能攻击目标，所以被动接收系统真要发挥早期预警效果，除了部署在外岛，还应开发海基板及舰载被动接收系统。实际上，中科院的双击雷达被动接收系统的死穴就是与主动虚打搭配，一旦搭配的主动雷达丧失工作能力，就会便与之搭配的被动接收系统失效，形成防御真空。所以终极目标还是要发展与美国沉默哨兵那样利用随机辐射源探测目标的无源雷达。中科院工作人员证实，展出的被动接收系统只是雏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他们已针对多辐射源复杂脉波信号、抵达时差定位法则进行研究。需要强调的是，美国沉默哨兵系统是产学研三方合作下的产物，由斯坦福大学、洛马公司、硅谷图像公司及美国军方共同开发。所以沉默哨了运用许多民间企业的现有技术，其中硅谷图像公司就是以绘图工作展闻名。2024年初，台湾宣布将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机，以替换现役的经国号战机，并计划在2028年首飞，2031年开始量产服役。汉翔航空还通过图表展示了台湾各型机的自研发率 ，IDF 经国战机时期的自研率约为48%，永鹰高教机达到了55%。新式初级教练机预计能达到75%，而下一代战机则有望实现95%的自制率。台湾现役战机包括140架 F-16B50、4架幻影2000和129架经国号，这些机型共同构成了台湾的空防体系。经国号已经服役超过30年，要理解台湾的自主战机发展历程，经国号的研制背景是关键一环。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空军启动了 XF6自研战斗机项目，后改成鹰扬项目，计划用以替换 F5和 F104战机。然而，由于美国暂停对台军售，台湾无法获取所需设备，项目进展受阻。在多次碰壁、尝到技术受制于人的苦果后，台湾决定加强本土工业能力，着手自主研制战机。1980年8月，汉翔航空接到任务，设计一款完全由台湾研发和制造的战斗机。1983年，战机研制被划分为4大项目，鹰扬计划负责机身设计，与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合作，汲取其先进经验；云汉计划负责发动机研发，与盖瑞特公司合作，成立了国际涡轮引擎公司；天雷计划开发航电系统，合作方为西屋电子；天剑计划则负责空导弹的研发，涵盖短程和中程导弹。当时的目标是让新战机的性能接近法国的幻影2000。台湾随后也从法国采购了一批幻影2000，与经国号形成互补。在研制过程中，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获得理想的发动机。战机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引擎的性能，如果能获得大推力的军用引擎，战机设计将轻松许多。然而，由于台湾缺乏相关经验，需要依赖美国的技术支持，而美国对关键技术的支持力度成为决定经国号性能的主要因素。最终，盖瑞特公司提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 F124发动机，并对其性能进行了大幅升级。这一改进幅度之大，几乎使其成为一款全新引擎，为经国号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经国号战机的最大载弹量为4吨，拥有9个挂载点，主要配备武器包括 AIM-9响尾蛇空导弹、天剑1型和天剑2型空导弹、82克瓦查炸弹、GBU-20系列炸弹、AGM-65小牛空地导弹，同时还可挂载1040升的副油箱。除了这些传统武器，升级后的经国号还能够搭载万箭弹，即台湾军方开发的多弹头武器系统，又称万箭遥攻，专门用于机场压制。此外，台湾还研制了基于天剑2型的天剑2A 型反辐射导弹，采用复合制导头，融合了主动雷达与红外导引技术。经国号装备的是 GD53 脉冲多普勒雷达，参考了美国 APG-67 雷达设计，性能介于 APG-66 与 APG-67 之间，其上视探测距离达150公里，下视80公里，能够满足中程空导弹的超视距作战需求。经国号在当年性能领先，同级4代战机，但随着各国不断升级战机，其原有的优势逐渐消失。如果未来幻影2000与经国号因性能过时而退役，
台湾将面临战机数量的显著缺口。对此，台湾空军已有所准备，宣布将研制下一代战机，以取代经国号和幻影2000的位置。不过，英国航空周刊则认为，台湾此举或许是为了促使美国出售 F-35隐形战机给台湾。从历史来看，台湾在采购 F-16时也经历了波折，当时美国曾多次拒绝台湾的购买请求，直至台湾成功研发并量产 IDF 经国号，美国才同意向台湾出售 F-16。鉴于这一背景，英国航空周刊认为，台湾此次宣布研制新一代战机，很可能也是为了推动美国出售 F-35给台湾。这让人不禁猜想，台湾自主研制战机的背后，或许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让我们来看看台湾下一代战机 ADF 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和特点。由于经国号所配 F-124发动机推力已达到极限，台湾决定研发新战机。而对于4代机的需求已有 F-16满足，因此新战机定位为5代机。作为5代机，其性能需达到几个核心标准。首先，5代机需配备内置弹舱和隐身涂层，减少雷达反射截面以实现隐身能力。其次，需要一款推力足够强大的发动机。如果美国能提供技术支持，达到这一点并不难，毕竟美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非常成熟。此外，还需装备一款更先进的 AESA 相控阵雷达或类似性能强大的系统，优于传统机械雷达，增加探测距离与精准度。空战已多为超视距作战，雷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后是大家关注的外观设计问题，不少人关心 ADF 是否会有 F-35或 F-22的外观特征。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ADF 的外形与韩国研发的 KF-21有些相似，同时还融入了一些 F-35的设计元素。汉翔航空经理马万军透露， ADF 的外形设计其实早已完成，考虑到现代5代机为提升隐身性能，在设计上趋于一致， ADF 的外观不会做过多特别化处理。个人认为，外观并非关键，战机的总体性能才是核心。据悉， ADF 的设计制造进展顺利，已通过风洞测试，进入发动机配置与调教阶段。因此，目前外界对一些细节仍多处于推测状态。发动机作为战机的心脏，决定其性能的关键。按照计划， ADF 的发动机研发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韩国的 KF-21战机在5代机上先行一步，采用美国通用电气生产的 F-414发动机，台湾可能也将其作为首选。不过，能否取得该发动机，还要看美方的态度。台湾另一个备选方案是织女星计划，基于现有 F-124发动机，自主研发适用于中大型战机的发动机。该计划自2017年启动，目标是研发推力达2万磅的发动机，满足未来战机需求。目前研发已进入第2阶段，突破了包括热锻技术在内的12项关键技术，这标志着台湾工业的一次重大进展。现阶段，发动机的推力直接关系到战机的机动性能。前一代的 IDF 经国号及后来的永鹰高教机使用的是 TFE104270引擎，这是与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合作开发的，称为 F-125发动机。F-125是 F-124的后燃型，由台湾和美国共同研发。台湾负责冷锻造部件，而发动机核心压缩段的部件则必须承受高温、高压和高超离心力的作用。然而，台湾在热锻技术上面临挑战，美方的热锻件使用寿命为4500小时，而台湾的只有3000小时，且成本更高，这影响了战机的使用寿命。因此，这一部分的研发工作完全由美方负责。最近，台湾宣布已成功突破这一技术难题，标志着其工业的重大进步。除了发动机性能外，另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是否具备短距起降或垂直起降的能力。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IDF 似乎并不具备垂直起降或短距起降的能力，因为垂直起降会严重影响最大起飞重量，从而降低载弹量和油量。虽然发展向量喷嘴发动机能大幅减少起降距离，但目前技术尚不成熟。如果能够获得美国的 F-414发动机，这一问题就可以轻松解决。IDF 的电子系统预计将配备新型 AESA 雷达以及即时资料链、新一代飞控电脑、红外追踪瞄准器、联合头盔瞄准系统和航电核心处理系统等。这些领域属于台湾的强项，研发进展预计不会遇到重大问题，预计会是最快完成的项目。在武器配置方面，
首先应当配备内置弹仓，不过这也是一项技术难题。韩国的 KF-21之所以不能完全被称为五代机，部分原因在于内置弹仓问题。2022年试飞的 KF-21原型机未能搭载内部弹仓武器，只能选择采用半埋入式设计，即在机身上开凹槽。尽管可以将挂载的导弹半埋入机体，但仍会损害整体的隐身效果。然而，从 ADF 的规划目标来看，新一代战机将以内置弹仓为目标，计划配置增程型天剑2型导弹、改良型天剑1空空导弹，并根据任务需求配置空射型熊2反舰导弹或增程型万箭弹。此外，军方高层透露，台湾正基于天剑2型进行升级，研发全新的天剑5型增程空空导弹，计划将射程扩大到160公里，并配备联合头盔瞄准系统，以提高飞行员的目标锁定速度，增强视距外作战能力。此外，汉翔航空还表示 ，ADF 的自制率预计将达到95%。相比之下 ，IDF 经国战机的自制率为48%，永鹰高教机为55%，而新式初级教练机则有望达到75%。台湾一直在不断尝试自主研制新战机的方向，提升战机系统组件的制造能力是迈向下一代战机的关键一步。这意味着台湾工业的制造能力从以前的结构件制造与代工，逐步向国际航空供应链体系靠拢。一旦系统组件的制造和供应链体系更加成熟，台湾便具备了研发下一代战机的能力。相反，如果继续依赖外购和租赁，将可能将宝贵的系统全拱手相让，维修和升级也将受到制约。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提升，但这并非长久之计。一旦航空工业的能力中断，重新建立联系将极为困难。不过，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台湾的五代机计划实际上只是一个引子。台湾的防务预算将在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6068亿新台币，约合188亿美元，同比增长5%。台湾空军前司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曾一度拒绝台湾购买 F-16A 战机的请求，直到台湾成功研发了 IDF 战机后，才同意出售 F-16A。他认为，研发先进防御战机的目的在于推动美国向台湾出售 F-35，因此 ADF 战机最终将成为经国号的继任者，还是成为采购美国 F-35的跳板，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